欢迎来到荷比旅游系列的最后一集。除了延续上集阿姆斯特丹的行程，这集还要带大家去荷兰其他几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宁静美丽的羊角村，象征荷兰风情的风车村，还有北方小渔村沃伦丹。这些地方都有非常独特的魅力。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咯。夜巡的熊熊，怎么可以不带走？好可爱哦！我们刚刚进去看完了一圈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里面最出名的就是夜巡，还有一个倒牛奶的女仆。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些像是梵谷啊，还有 Waterloo 滑铁卢之战的画也都非常有名。那我建议呢，一到先直冲2楼，2楼都是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大师的作品，像是夜巡啊、倒牛奶的女仆，它都在2楼。很喜欢这间博物馆，它都会有一些小简介放在旁边，可以直接去拿。就像是夜巡这一幅画，它就是有一个小简介，上面就会写说，哦，这是林布兰的画，它利用明跟亮来代表说这一幅画的重要性。像比较光亮的地方，就代表这些人物比较重要；那比较黑暗，就是比较不重要的人物。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它其实有一只狗，那只狗非常非常的暗，就表示它最不有名。然后那一只狗呢，也是因为林布兰画完这幅画，觉得那个地方那个景空空的，所以他就补了一只狗进去。但其实我自己觉得看起来没有很像狗，所以就表示说他把重点放在光亮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有名的艺术家叫做维梅尔，那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倒牛奶的女仆。他倒牛奶的女仆，其实我以前在看的时候，我都不觉得那幅画有什么，就不就是一个女仆倒牛奶嘛？真的到了博物馆，然后仔细近看它的那个牛奶，它的那个牛奶是真的有液体这样倒下来的感觉。一定要来看夜巡跟倒牛奶的女仆，还有梵谷自画像。我发现2个博物馆中间有一个 museum shop， 它卖的米菲兔比较便宜。这里卖的米菲兔只要34块欧元，便宜了15块油哦，我被坑了。现在要去看夜景啦，有一个 look out。好汉口，他说他叫你跳舞。太可怕了！晚安，阿姆斯特丹。最后一晚一定要来吃薯条，找了一间附近的还没有关。来荷兰必吃第一名一定是薯条，这边的薯条店超级密集，随便转角就有一家，每间店都有很多酱料可以选择。我觉得薯条的口感都大同小异，每一间都差不多，都是外酥内绵密的粗型薯条。但我最推荐的是 Olof 蘸酱，是由美乃滋、花生酱、碎洋葱组成的蘸酱，香咸呛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好吃到我后来的好几天每天都要来一份 Olof 薯条。I'd love to get away just to
来到了羊角村，现在大概是中午的时间，所以想要找一间餐厅，然后等等来开船。这一次是来这间紫色的 Burning， 他们是1个小时25欧元，我觉得价格还蛮 OK 的。 Into. At the end of this place, you take a turn to the right again, go all the way to the old part of this town. Can also help you turn the boat around. 玩愉快，拜拜。拜拜。Oh man！ 因为电动，所以最快其实也没有很快。前面那一组不会看。都撞墙了，你还放手，在后面不能放手。完了，大撞墙。硬过。因为我要撞到他们。等下倒退一点就好了，你倒退一点，直直倒退。他们怎么要 U turn？ 也是可爱的小狗。哪里？这边啊，它跟大家打招呼。开过去啊，跟它打招呼。超 cute 的。好可爱。发现这个要一直转才可以维持它直线前进。好可爱哦！他们都好友善，过来跟我打招呼。跟你要吃的好不好？哦，是吗？要吃的吗？抱歉，我没有。哎，他们一直follow me哎。好，我们要转弯喽，要出河了。看到1了。哦，这边没错啊。我们刚刚有换手，因为刚刚这一条都是湖，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景。那现在我们准备要开回去上船的地方。都已经结束了，怎么还是一样？我们刚刚游完船了，我建议大家开1个小时就够了，可以看得到漂亮的景色。的确有蛮多水上三宝的，所以开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推荐大家来羊角村开船哦。我现在在荷兰沃伦丹的北海渔村，来这里逛逛街，吃点东西，来吃点荷兰小松饼，还有生飞鱼好了。
Takeaway. 大鳕鱼超酥的，来试这个虾，这个虾也好好吃哦，虽然小小一只，但是它的虾味很够哎。生飞鱼，它生飞鱼会有一点腥味，所以要搭配生洋葱，可以把那个腥味压过去，洋葱的甜会在最后冲出来。我觉得这间比鹿特丹 Market 的生飞鱼还好吃。我觉得它比较嫩又比较滑，比较没那么腥。来荷兰记得一定要来吃生飞鱼哦。我们来到了风车村，里面除了风车可以参观之外，还有一个起司工厂跟木屐的 workshop， 那我们就去看看。这座风车其实是用来锯木头的。听导览说，利用风力来驱动锯木机，不仅提高了效率，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在过去，像这样的风车系统为荷兰的造船业还有建筑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木材，它曾经是荷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刚刚在上面切的木屑就会掉下来，然后装成一袋一袋的。就是切好了木材，这个风车是来做燃料的，他们把石头啊或者是 bricks 磨成粉，然后旁边是搅拌，这些粉搅拌均匀。利用风车风力驱动的研磨设备，可以使材料高效地被磨成染料粉末。红色的染料的原料是一个叫做 span wood 的做出来的，这一柜就是成品。这些天然染料不仅用于纺织品染色，还被制作成了手工的绘画颜料。上去看看，好陡哦。楼梯，风车在上面这里外面转，然后会带动里面的齿轮转动。来荷兰必逛起司店，这里的起司有各式各样的口味，在店里都可以试吃。你们看，还有啤酒口味的起司，我觉得非常有趣。我最推荐的是青酱口味的起司，一定要买回家。木屐曾是荷兰农民和工匠的日常鞋子，因为它们坚固耐用，能够保护脚免受于泥泞和水的影响。而如今，木屐更多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和旅游的纪念品。好吃。They are begging for my waffle.
against the border, lose yourself in every selfish thought. To be kind and to fuck it up, to watch it come together and to break when it falls apart. 这趟旅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荷兰和比利时在文化、历史与现代生活中的完美结合。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城市文化，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欧洲旅游中不可取代的独特魅力。感谢大家收看荷比旅游系列的影片。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还有订阅哦。我们下次见，拜拜。